道。那么这一期视频呢，和大家聊一聊钢铁骷髅这个英雄。那么这个英雄我也是花了1周时间，刚把他的一个装备配齐，然后天赋刷满，同时等级升到6星满级。这样的话，我使用它在公会 BOSS 的场合进行了一个测试。不过很遗憾，如果我用它和神秘武僧一起上场的话，公会 BOSS 的伤害反而会降低不少，因为两人的位置比较的重叠，都能上毒，但是神秘武僧的上毒明显比钢铁骷髅要多上一些，但是钢铁骷髅呢能有一些加血的一些效果，所以这一期的史诗英雄系列和下一期的呢，我会连着说钢铁骷髅和神秘武僧，分析一下他俩在公会 BOSS 场合以及在其他场合的一些基本的使用情况。那么这一期我们先来看钢铁骷髅。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表格，钢铁骷髅在使用场合上我给了85分，它的英雄特色主要是多功能性，就是它一个人兼具了很多种功能，比如说它的3个技能我们来看一下。那么1技能呢是能够触发上毒，概率升满是 35%， 如果你天赋再点了一个 5% 的增加概率的话是有 40%， 效果实际使用还是不错的，而且是击打2次。2技能呢是一个移除减役的，也就是一个解 debuff 的状态，同时还能治疗，回合是3回合 CD 比较的短，也是比较推荐的一个功能。3技能是一个群加防同时群加血的一个技能，使用起来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这就是我给它多功能性的一个原因。也由于它的这些技能搭配，所以它在副本的表现还是比较的优秀的。除了蜘蛛地下城副本我给了0分，因为实在不是很好用以外，其他的像火骑士、龙和巨人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那么我觉得它可以作为队伍里的一个第2治疗点和第2一个输出点来进行一个定位。那么同时在奥数精神和魔法力量城堡里呢，它都有很好的一个输出效果，同时也有很好的保护队友的一个效果，所以我觉得它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你把它培养起来的话，在副本场合里你可以把它作为核心。接下来是在公会 BOSS 里的一个评分，在噩梦之前，包括普通和终极噩梦我都给了90分。他在整个公会 BOSS 里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首先他的2技能解除 debuff 的状态的话是非常针对这个 BOSS 的内拳眩晕的，如果 BOSS 没有眩晕到钢铁骷髅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用钢铁骷髅解掉队友的这么一个眩晕状态。同时他的群加防也可以很好的增加大家在公会 BOSS 里的一个生存时间，然后它的一个加血量也可以保证大家的血量达到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可以不断的进行回血，而且最重要的是它1技能打2次的上毒，对 BOSS 也是一个有效的输出。那么这样一个英雄同时兼具辅助功能、加血功能，同时兼具一个很强的公会 BOSS 输出功能，所以它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你有维奥和战神这类型的能够延长 BOSS 身上 debuff 时间的英雄的话，那么带上钢铁骷髅之后，你就不需要带其他的上毒英雄了，因为钢铁骷髅的1技能的毒足够让 BOSS 装满了。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个维奥和战神这类型，或者是斯普这样的延长 BOSS 身上 debuff 的英雄的话，那么钢铁骷髅的毒呢稍微略显不够。待会我会试验以钢铁骷髅为主要的输出上毒核心来打公会 BOSS， 看看效果究竟怎么样。接下来是在竞技场，竞技场里进攻和防守我都给了0分，因为钢铁骷髅我不推荐在竞技场里使用。然后是一个天赋的推荐，我们可以看到图放在这，我也会把大图然后放在屏幕上，大家可以进行一个参考。那么这个天赋的一个加成呢，主要适用于公会 BOSS 发挥它最大的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为了增加上毒概率，所以我选择了天赋里头 5% 的一个增加效果，技能触发的一个概率，这个对钢铁骷髅来说非常重要。对于装备的选择，我最近才进行一个小的尝试，包括昨天的一个调整。那么目前我尽量的不堆它的暴击率，但是因为这个装备里的暴击率还可以，所以加的比较多。然后精准的话，因为我是打普通噩梦，所以236是够了。我尽量堆高了它的防御，达到了3000多一点这个数值，这样能保证在公会 BOSS 里生存时间会比较的长一些。那么我同时选择的是吸血套装，然后速度我是让它比驯教师略微快一些，这样的话能够吃满它的反击的一个回合 CD。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在公会 BOSS 里究竟单上钢铁骷髅的话，以它作为一个输出核心能打出什么样的一个伤害。
那么我会继续用原来的这套阵容，只是把武僧换成了钢铁骷髅，看一下钢铁骷髅单体在工会 BOSS 里的这么一个输出究竟够不够。时间可能会略微长一些，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轮如果你没有用这个手动的话，所有人基本上都会放自己的大招，这样也比较的尴尬。那么这套阵容如果你不带这个拉条英雄的话，一定要调整好速度，大家的速度都在171以上，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打满一个你该有的回合，所有的人抢在 BOSS 之前出手，这样的话增加最大的一个伤害量。前几回合 BOSS 的这个群输出基本上打在所有英雄身上都是看不到伤害的，输出非常非常的低，但是在5分钟以后就可以看出来打的会比较的疼了。鱼人和泰瑞在工会 BOSS 里的输出真的是非常非常可观的，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下的打击都能打出非常多的一个伤害，特别是鱼人作为他一个传说英雄，他发挥了真的是应有的一个传说防御型英雄的一个输出能力吧，打在工会 BOSS 身上还是非常非常的疼的。而钢珠的一个上毒呢，我们目前来看感觉上确实不是很够，我估计这一轮可能会因为伤害不足，所以打的伤害不是很高。那么天选者的这个增加 buff 时间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我打算下一回配合灰发来进行一个使用，看一下具体的使用效果究竟怎么样。或者是我还有一个考虑，就是用引诱者，目前引诱者是升到了5星，我打算把引诱者或者是灰发上6星，现在目前还没考虑好究竟升他们俩谁上6星，这样打起来会比较轻松一些。因为配上天选者的增加 buff 的一回合时间的话，那么灰发或者是引诱者的一个阻挡减役 buff 加在队友身上的时间就会变长，这样能最大程度的弥补那个真空期。我希望通过这个阻挡减役的这个 buff 装在自己身上，能够有效的降低 BOSS 那回合眩晕对队伍造成的一个伤害，这样能更好的一个达到输出的效果，不会造成减员。今天的这个声音可能是因为感冒的原因有点不好，所以希望小伙伴们见谅。BOSS 的这一拳目前由于我的这个所有人的血量基本比较平均，所以它很随机的打在人的身上。那么我当然是希望他尽量不要打在训教士或者是泰瑞身上，因为这两个人有他自己的作用，比如说泰瑞的减攻。那么目前 BOSS 身上就没有减攻这个debuff 了，所以打出来的伤害也会比较疼。那么同时我也会快进这一段时间，因为中间这段时间打起来时间比较的长。那么现在开始就是5分钟以后的一个战斗了，那么我们明显可以看到 BOSS 打人已经开始掉1格到2格的血量了。目前我的整个队伍的防御都是在3000以上，打普通工会的一个 BOSS 的话，打普通噩梦这个 BOSS 的话，这个防御是绰绰有余，挺过5分钟以上的。那么目前这个防御非常的硬，唯一的问题就是毒的输出可能不太够，所以最终的一个输出效果不知道怎么样。我觉得这套3000防御的一个阵容的话，搭配训教士队长33%的防御增加，同时他的一个钢珠和他的60%防御的 buff 的话，能够撑的时间相对来说就比较长一些了。如果工会 BOSS 他一直打这个天选者的话，可能我的生存时间会更长，但是如果他打我的训教士或者是泰瑞的话，可能就会比较糟糕了。那么工会 BOSS 里时间长的话，就代表你的输出的量会达到很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很多大输出的一个队伍的话，都是靠10分钟左右的一个生存时间来达到一个最大的输出量。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即使在减攻 buff 的情况下， BOSS 的输出已经非常非常疼了，打到基本上是快半血的这么一个状态。不过我目前在考虑是否把天选者
生成一个吸血状态的一个装备，这样的话它的回血会比目前它的这个一个永生的装备要好升一些。很遗憾他把我的训教士给晕住了，这样的下一回合的反击就肯定是做不到了。不过目前可以看到这个钢珠瞬间就用2技能把这个训教士给抬起来了，这也是他打工会 BOSS 一个比较优秀的地方吧，我自己觉得。目前8分钟了，这个状态大家都还是比较的好的，唯一的缺点是天选者可能会比较的麻烦。我觉得天选者可能扛不住下一波 BOSS 的一个群攻了吧，4个一个回血 CD 能够加满还是比较不错的。可以看到明显是因为3000防以上之后，加上这些防御 buff 以及防御队长的一个加成，到了7分钟 BOSS 还是没法一下能秒掉我的这些英雄，所以能够增强时间是一定的，但是具体能争多长时间目前还未可知，因为他这一拳你看打在这个天选者身上，钢珠这个没有给他2技能，可能是因为技能 CD 的原因，所以这个天选者可能撑不住了，我自己感觉。8分钟的时间的话，如果是5森的话，输出就非常高了，不知道钢铁骷髅究竟会怎么样。希望天选者能够尽快把血量拉上来，要不是他这个血量太低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可以看到8分30秒，我的这个手机是没有卡针掉帧的，所以是实打实的8分钟的一个时间。这回 BOSS 的一拳已经快打到见底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撑不到10分钟以上吧。因为毕竟下一次 BOSS 的群攻的话，可能伤害就比较的高了。这拳打在泰瑞身上就比较的糟糕了，而且钢铁骷髅没能及时的给泰瑞解除眩晕，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烦的一点。泰瑞倒了之后，他这个减攻只能靠训教士的一个大招又有不稳定性，而且 CD 比较长，这也是我比较担心的，所以我觉得可能10分钟会是一个坎，不一定能够过去。但是这一回总体来看，钢铁骷髅的这个2技能非常好用啊，它能够及时的在前期能够，如果释放的顺序正确的话，能够帮一神解掉这个眩晕。那么 BOSS 9分26秒这一拳就能把所有的人给打没了，所以这个时间是撑得比较长，但是唯一遗憾是输出仍然不够高。我们可以看这个结果，很意外，钢铁骷髅打了 8.5M 的一个输出，泰瑞打了 5M 的输出，红发鱼人是 6.5， 还是比较的高的，相比来说比泰瑞竟然高了不少。训教士也提升了，达到 4.4， 天选者因为他技能的原因 2.56，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输出了。那么这是纯上钢铁骷髅的一个输出，我们可以看这个钢铁骷髅的一个基本的面板是现在这样子，加起来是31000的生命值，然后2300的一个攻击，同时是3080的一个防御，速度是178，暴击率的话很意外的堆到了63的暴击率，那么精准是236，这样的钢铁骷髅能打 8.5M， 我觉得还是非常满意的一个效果的。好了，这就这一期关于钢铁骷髅给大家的一个分享。关于钢铁骷髅在其他场合的使用呢，我想不用多说，看过他在公会 BOSS 里的一个表现的话，我们相信他在其他地方也是有很好的一个辅助，同时第2输出点这么一个效果的。我也希望抽到他的小伙伴呢，能尽快把它练起来，它真的非常非常好用，在很多场合都能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个惊喜。喜欢我视频的话呢，也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支持我，同时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群，和小伙伴们呢一起来聊这个游戏。那么下期视频我们来聊神秘武僧，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